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归仁市的旅游。归仁市这个地方，它其实是比较少有旅游团会过来这边旅游，但是它这个地方却拥有很漂亮的海岸线，还有很漂亮的渔村，当然也有一些水上活动，还有一些海边餐厅，这一些都是越南归仁旅游的一些特色的地点。那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附属在中越的归仁市，一个神秘的面纱。归仁市它是位在于中越南边的一个城市，它介在于广义与芽庄之间的一个城市。那它的机场叫做福吉机场，它距离归仁市中心大概有30几公里远。在市区有一个重要的景点，我们叫它耿然丁沙，它是在市区的南边，也就是靠近海边往南的地方，有一个很明显的地标，在那个山上会有一个很大的4个字，就写耿然丁沙。这里的石头特别的漂亮，所以它是一个有名的一个景点。在这里除了石头漂亮以外，它在这里也有一个很有名的雕像，他是一个浪漫派的诗人，叫做韩墨子，是一个越南有名的一位诗人，他也是埋葬于此的。归仁整个的重要的旅游景点主要都放在基狗这个地方，那它这个地方是一个海边，然后也是一个小渔村，它有好几个景点都放在这里，所以而且距离归仁市中心大概是具有20公里的路程，所以你必须要租一台摩托车或是开着车过去。那基本上我那一次去是租了一台摩托车在那边。我们一离开归仁市就会遇过一座大桥，这一座桥上的风景非常的漂亮，你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欣赏它归仁市区的一个跨海大桥。到基狗的海边，你会遇到一个野生动物园，就也算是 FLC 的野生动物园，还有它的度假村，也就是 FLC 的度假村。我们到基狗海边的时候，我们会要从仁离这个地方来搭船，那这个地方正确名称叫仁离。我们到了仁离的海边，发现到很多的餐椅放在海边上，那这个呢，你可以去选择来一个海边的烛光晚餐，这是一个很漂亮很浪漫的一个地方。当然啦，我并没有去选择这一样，我选择的是夜钓小卷，就是去钓小管。那这可能是我最错误的选择之一了，因为我晕船。我们在海边买好了票，然后就等着船家带着我们出海出去外面夜钓小卷，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准备上船了。那因为这里没有港口，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涉水一段路，然后才能到船上去。然后呢，他们会把我们载到船屋去，那我们会在海中央，就在这里夜钓小卷。到了船屋，一人发一支钓竿，然后就开始在那边晃。当然啦，我们看到很多的小卷在海里面游来游去，看得到，钓不到。我们只能说我们的饵并不会很闪亮。船上他还准备了晚餐，当然它就是一些海鲜类、一些面类，让你可以在那边取用。基本上我连吃都没有吃，因为我晕船。因为可能船家帮我们准备的钓具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整船大概有20几个人，基本上没有钓到半只的小卷，但是有一个人有钓到一只巴肚，就是所谓的章鱼。当然这就是整船唯一有钓到的东西，当然也是唯一的收获。因为在船坞上很晃，然后在那边呢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最后1个小时后，我觉得应该钓不到什么东西，
最后我就悻悻的搭船准备回去了，而且身体也非常的不舒服，最后我也吐在那边了。全船就只有我在吐。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去逛了仁里的小渔村。这个小渔村让我有回到我以前家乡安平区的老街的感觉。它是在巷弄之间的穿梭，它非常的有一种小渔村的一种意境、意感，非常的美。而且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一些壁画，都是有一些壁画。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小渔村里面生活穿梭，所以我来到这个仁里，就会感觉到我恢复到以前小时候的一些回忆。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永生难忘的，所以我只要到了这个地方，我就非常的喜欢这里。走出村庄，我们就渐渐的往优柔这个方向走。优柔距离它只有1.2公里远而已，就是在它的旁边。我们来看一下地理位置，仁里跟优柔是在旁边而已，但是基狗海边却距离它6公里远。我们最后决定要搭船过去。优柔，那这是一个叫做风之腰的地方。优柔呢，它是一个美丽的弧形海峡湾。然后两边它被高耸的岩石山脉环绕，然后这里它有很多的美景，很喜欢被网美来这里打卡留念。它由上往下看呢，它像是一个漏斗，然后很多网美很喜欢来这里吹风，所以它这边又叫做风之腰。下午我们回到了渔村，重新买了船票。我们今天就是要到基狗海边，但是由于昨天的前车之鉴，所以我先去渔村里面的药局买了一点药。Hello， ở đây có bằng là thuốc sấy sấy không? Ăn uống hay uống? Tùy là. Một bình hay là 2 bình độ? Ok, 2 bình. Dán xe nè. Bác uống luôn á. Thuốc rồi, ok rồi, uống thuốc. Một lần dán một miếng sau mép tay này. Sau mép này. Khó dùng cờ đây đấy, là dùng uống. Uống rồi. Uống. Đây, một lần uống 1 viên. Một lần uống 1 viên thôi. Một lần uống 1 viên, một lần bao nhiêu? Một lần là... Khi đi nửa tiếng. Nửa tiếng à? Đúng rồi. Chỉ có nửa tiếng thôi à? Không, cái này kéo dài phải được 7-8 tiếng nha. 7-8 tiếng? OK. 15.000 anh. 15.000。我们晚一点再来讲一下我们跟对方对话的内容。那我们买完药，我们接下来就上船了。经过了15分钟，我们终于到了基狗的海边。那这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一个海岸，它是近期才开发出来的，它还有很多的天然风貌。那我们就尽情的在这里的旅游休闲。由于基狗海滩这山脚下的地形特殊，所以它一面是面海，三面都是面山。所以他要到这个地方，不是搭船，就是从山的那一边要绕到走山腰这样子过来。通常我们都是搭船过来，这边会比较方便。那这是一个很原始的海滩，投入旅游开发才短短的5年而已。这里是归人的著名的旅游胜地，也被称之为越南的马尔地夫。除了有深蓝的海水，
还有淡黄的沙滩等美景外，还有宏伟的山景，还有大大小小的岩石，吸引这边的客人陆续的过来。这边海滩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应该算是阻挡海山天然而形成的天然水池的岩石那这个跟我们的小野柳很像。那它这边还有一些小洞穴，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会出现，所以旅客如果要到这个地方来看来玩的时候，要选对时间。在这里停留大概1个半小时之后，他又开船载我们到另外一个景点去，那也就是让我们去玩浮潜，去看珊瑚。基本上我还是一样晕船，所以我就没有下水了，我就在岸上看着很多旅客在那边游玩。我们在这待了1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回去了。我回去之后，我就开始选择了餐厅去享受一下当地的美食。当然，这里的海产非常的有名，特别是大丸巨足虫。那这个东西是属于这个当地的特产也就是说，也只有这个地方有产大丸巨足虫。大丸巨足虫呢，有人叫它宝明，那也有人叫它宝冰。那这种就是所谓的大丸巨足虫，也有人叫它水狮追杀。个的一只的费用，它会比龙虾还贵。很可惜，我们去的时间点不对，因为它的盛产时间是3到4月。那我去的时间点刚好是9月，所以时间点并没有碰上。我们现在来教学并且讲解一下越南语。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刚刚在买晕车药的内容。那我讲说ở đây có bán thuốc say xe không，那也就是说这边有没有卖晕车药？那我们注意一下塞这个字，塞这个字基本上它是最常用在于喝醉酒 ，Ango 塞空，你有没有喝醉？或者是那塞这个字它是有晕的意思，如果你晕车、晕船，都是用塞这个字。然后喝醉酒也有人用醒了那我们最常用到的是塞这个字，但是塞它就是有另外一个晕的意思，晕车的意思。然后接下来他讲 to 塞塞哈，然后安文还是嗨文，也就是说是你要吃的还是要别人要吃的。那你注意一下文这个字，只要用药的动词，吃药这个动词都是用文。文这个字其实是喝的意思，我喝东西，文某滴咖啡就是喝一杯咖啡。那他们药都是用喝这一个动词，所以对我们而言，我们是指吃药，可是对他们而言，他们要讲喝药。所以你要注意到，吃药就是吃药就是要用文吐。然后对方女生就问吐塞谁啊？安文还哀文，就是说是你要喝的，还是有谁要喝的？我就讲说是我要对。那其实对跟对是一样的字，只是有些在南方的习惯，我们会讲对，就是我的意思。然后我就讲说蒙饼还是海饼都 OK 了，就是说1片或是2片就可以了啊。那最后我决定海饼。饼这个字就是一个量词，它就是1片2片的意思它就是以片为单位，就是薄薄的，像贴在耳朵上或是贴在身上的一种薄片。我们都或者是食物，你可以把它切片像我们切片，我们叫沙饼就是切片的意思。ở đây có bằng là thuốc say xế không? Ăn uống hay uống? Tùy啦。1边还是2边都 OK，2边。然后接下来他讲燃塞塞，燃突文论吗？意思就是指燃，它就是贴的意思。像我们讲的手机贴膜，他们就会叫成燃满痕，就是萤幕贴膜。那如果你是南越，它这个字的燃，它会有时候会变成阳，
羊蛮横，羊塞塞。那他整句话的意思是说，羊塞塞就是说你是要用贴的那个晕车，塞塞就是晕车药，你是要用贴的。然后后面还问说，然吞还有文论，就是他是要用贴的还是要用喝的？你是要这2种的哪一种？那下一句话他就讲说无能也无命，少内呆奶。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次你就贴一片在耳边这里。那少内呆就是所谓的耳边后面，就是少内呆。然后我就跟他讲，孔公用的嘞，就是不要用这边，那用闻就是用吃的。闻其实就我刚刚解释的，其实是喝的意思。那因为你要用药，就是要用喝这个用词，这个动词。một lần dán một miếng sau mép tai này, sau mép này. Khoan dùng cờ này đấy, là dùng quẩn. Quẩn. 接下来他就找了那种要吃的那种药给我，就是吃的晕车药，然后他就讲某人闻某 vin， 就是说一次吃一片，就是某 vin 就是一个药丸的意思，就是一碗的意思，就是一片的意思，就是一次吃一颗的意思。那某人闻某 vin toy， 就是叫了，然后后面他又继续讲某人闻某 vin toy。我就听到之后，我就回问他，某人问某兵，某人包妞，就是一次多久？对方就可能听错我的意思，他直接回答某人拉足基里勒丁，就是在半小时前的意思。足基里勒丁，勒丁就是半小时的意思，足基里就是在半小时前。Đây, một lần uống một viên. Một lần uống một viên thôi. Một lần uống một viên, một lần bao nhiêu? Một lần là khi đi nửa tiếng. 然后我也听错他的意思，我以为说朱基里勒丁，那我没有听到朱基里，我只听到后面比较勒丁，就是说半小时，我以为说他的药效只有半小时，然后我就回问他说，然后我就说勒丁啊，几公勒丁头呀，就是说问他是不是只有半小时啊？也就是说我以为效果只有半小时而已，然后他就回我空，莫名来搞呀烦。落落被单顶呢，意思说它大概就药效就有7、8个小时。这种绞牙绞牙就是加长延长的意思。那绞这个字平常它是做剪刀的意思，那绞牙这2个字连在一起就是加长延长的意思。那反了可以反落落，就是说反落落就是大概可以怎么做？反正我后面就听完，我就直接回答他说被单顶 ，OK， 就是我了解他的意思了，就7到8个小时。那么他就直接回我15年，按15年nửa tiếng rồi. Đúng rồi. Chỉ có nửa tiếng thôi à? Không, cái này kéo dài phải được 7-8 tiếng nha. 7-8 tiếng. OK. 15.000 anh. 15.000。我们终于把归仁这个地方大概介绍，并且教学也大概讲完了。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